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凯欣风波后赴山海能顶住骂声翻盘吗？你会买账诚意的3开人设吗？眼看着日历咔嚓咔嚓翻页，诚意主演的赴山海终于要上新，这可真的算是熬到头了。不少铁粉早早就在各个平台守株待兔，就等着这江湖夜雨又起一回。其实说实话，搞文娱这行，近几年哪有容易的？本来大家还以为李凯欣的那场风波会直接让这剧凉成冰棍，没成想这部剧愣是扛着风浪从海底折腾上来。这种倔不服输的劲，看着都让人觉得带劲。说起李凯欣事件，那时候真就跟微博热搜被大火烤着似的，随便刷评论区的火苗能窜到天去。身边有个群友，平时挺能整活，这会儿都沉默好几天，见谁都用你咋又来瞅热搜啦，掩饰尴尬。4月那阵，手机那头突然蹦出一条艺人爆言录音，话里话外指桑骂槐，哪都刺着中国观众的人。这事儿要搁谁头上，哪个剧组不慌？毕竟网友的火气不是白叫的，指着屏幕都能隔空喷出气来。而且那段录音里什么狠话都有，大部分中国人是傻 X， 听了这谁不窝火？要说补锅道歉，那是演艺圈标配，只不过人民群众记仇的本事可能远胜于原谅的能力，这也算人之常情吧。我小姨那辈儿人，平时最讲究个吃哪儿的饭，讲哪儿的话。他有句口头禅，端人碗的敬人快。李凯欣起初不当回事，连累剧组一帮人跟着掉进泥泞里，后来就算拼命公关删资料，但有时候吧，舆论洪流像倒开的水，一泼出来挡不住。剧组为稳住场子，干脆把他名字掐掉，镜头简淡，外头1传10，10传100，还传说要 AI 换脸。这事儿其实在圈里也不是稀罕事，前些年不是有剧就真这么干了，但也费钱费功夫，还怕惹一身骚。最后的处理估计还是在效果、成本和观众情绪中间权衡了半天，保留了他的戏份。说句实在的，现在政策卡得紧，能顺利过审，还能上央视预告，多少说明剧组是下了大力气灭火补漏的。网游里有的还发愁效果会不会别别扭扭，但大伙都懂，现在电视剧行业没哪个项目敢掉以轻心，更何况站在那么大风口的剧，人家不是白花钱做宣发的，能被推出来，多少还是经得起推敲。尤其9月这档口，本就各家粉丝厮杀激烈，赴山海能顶住压力活下来，这路子就比咱们日常上班熬夜还要硬核。其实除了那点风波，这部剧本身也有不少话题。女一女二戏份争来争去，每天各花入各眼。前不久，某平台有个段子手吐槽说，现在看电视剧的先考普通话，谁是谁的悲角色名。大家都知道观众图的是剧情、氛围和情绪，不是真和谁抢戏算账。这次预告片一出，江湖感扑一下子就冒出来，刀光剑影外加点市井味儿，确实让人有点怀念起当年电视机前追武侠剧的兴奋劲头。身边不少朋友表态，莲花楼以后，江湖就冷清了大半年。要不是大家还记得荷花哥那身风骨，多少会觉得咱这武侠梦是不是也跟着老了。偏偏赴山海另辟蹊径，把穿书玩出来了花样。现代人萧明明穿成自己写的那个主角萧秋水，不就是横冲直撞的现代版进击江湖？这设定一说，隔壁办公室主编就直拍大腿，这不就是我天天做白日梦吗？开会开烦了，幻想自己穿进金庸笔下，成了盖世大侠。还真别说，这种带点幽默和自我嘲讽的设定，挺跟咱当代打工人玩的梗一脉相承。更奇了，刚开播还没动静，
预约人数就呼啦啦破了1000万，武侠剧都快成流量密码了。后台一查，品牌方都来蹭流量搞联名，小红书铺天盖地安利，B 站鬼畜剪刀手忙得手抽筋。听说这次诚意还3开大号，一个人玩3个身份，现代、古代、暗黑反派全包圆，现场特效和动作戏都是真刀真枪，小年轻们翻出来都说又燃又有梗。这年头，剧情要能让孩子们愿意拉着家里老人追着，就算成功了大半。剧组还搬来莲花楼的武打团队，别说，光看预告片砍刀翻飞，拳脚生风，就晓得不会差。这几年大家都爱说创新，可太多剧把新瓶装旧酒，噱头响，里子虚。可富山海瞧着真有点不一样，什么 PPT 寒门派，人设用微信音伪装，社畜智慧揉进江湖大局，这种东方版无厘头，还真挺能戳到当代社畜的 G 点。单位里有个同事还打趣，要真有门派斗争 PPT， 说不定北京哪个公关部小姐姐能直接空降劳模榜首。说句乐呵的，这种自黑式幽默和大众社会气息，不就是互联网人最爱玩的吗？回过头说主线剧情，啥高开低走、狗血反转那套都不稀罕了，观众现在更爱看成长和情怀。萧秋水一路从啥都不懂的热血新人，到最后护家守国的大侠，不就是每个平凡人年少轻狂、跌爬滚打后的江湖成人礼？剧组还特意保留了打抗金、联手岳飞的经典历史段落，历史的烟火和虚构的江湖搅在一起，反倒有点像咱们小时候听邻居爷爷唠嗑，哪个大侠曾走过这片山川，想想都让人起点儿鸡皮疙瘩。虽说娱乐是娱乐，江湖梦终归还是梦，但现实生活中的富山海其实一直没有停过。不是电视剧中的刀光剑影，而是每个人贪亮早起、熬夜拼搏的那些糙里糙气的小日子。像程毅这样一个角色仨身份，像剧组这样顶风冒雨，就为了不让梦想烂尾。归根到底，人谁不是一脚在泥里一脚在梦里？也就是个心气二字。眼下这剧风头正劲，褒贬不一也好，江湖残局未定也罢，咱们能在屏幕前追个热闹，吐几句槽，跟老友唠唠电视剧里的江湖，其实已经挺知足。富山海这仨字，像极了咱们当代人生的调调，明明知道前路风雨多，还就偏不信邪的走下去。等9月11号上线那天，你是准备抱枕嗑瓜，窝在沙发里边看边喷，还是翻个白眼暗地里许愿李凯欣戏份再少点？反正生活也没标准答案，江湖的路的自己走，故事的自个儿品。你觉得这波剧方的操作算是把面子和里子都照顾到了吗？还是说现在观众的底线又悄悄往前推了一步？欢迎来聊聊，你追剧图的是哪一位？